现在进到一个工地里，觉得我们昨天的无人机就被吸到这里边去了。这一大片工地还挺大的，能找着就找着，找不着就算了。我也尽力了。就是这是一个建筑工地，就正常来说我们是不应该进来的，但是他们就很友好，就说那你们进去找找吧，我给那个 officer 打个电话 ，ask for permission， 你们就可以进来。不像美国人脑筋是死脑筋。2 hours later， 我可怜的小无人机，哎呀，哎，哼哼，我们是怎么把它找到的呢？就是我飞的时候，它一直是录着的，然后它就自动存储在我的手机上了。我那个录像虽然是晚上吧，但是能看到就是这个窗户长什么样，在哪儿，大体位置。这个无人机啊特别奇怪，你知道禁飞区，它要不然就飞不起来，要不然就飞不远。它这个地方是禁飞区，它能让我升到一定高度。我把它升到一定高度以后，就真的是呜一下自己就飞了，好奇怪。因为我飞无人机都飞得很慢，所以我以为是大风，但是并没有风。然后就呜撞着了，好奇怪，真的是好奇怪，好神奇。真破片啊！我这满脸满身的汗，网友又得说我油腻了。哎呀，这外边太热了，实在是。还好我们刚才 check out 的时候，酒店小哥说给你们拿2瓶冰水走吧，还好拿了2瓶。这感觉整个过程就像破案片一样，我应该给他配一个柯南破案的那个音乐，但是因为有版权，我就决定清唱一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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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呢就是要离开阿联酋的首府阿布达比，前往迪拜。这个阿联酋啊很有意思，我一直以为它和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地方。我这几天来了，我才查了一下，哦，原来沙特阿拉伯是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阿联酋全名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它和沙特阿拉伯是完全2个国家。然后它是由7个酋长国组成的，其中就包括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土豪迪拜，还有阿布达比。然后这个阿布达比呢又是阿联酋的首府，所以说呢它这个酋长国我理解啊，就既不是国也不是城市，它有点像，是不是像美国这个联邦州啊，就是各自是各自的法律规章，然后呢它又有一个首府，像华盛顿首府一样。不懂，反正知道地理啊或者是这些知识的朋友可以上来分享一下，给大家科普一下。沙特阿拉伯好像比阿联酋就是在伊斯兰教这个信仰方面更加的严格吧，就沙特阿拉伯是就女性是必须出门围头巾，然后穿黑袍的，就完全就不能露出来。但在阿联酋就除了我们去清真寺是需要蒙起来头，穿一个就是盖住腿的袍子以外，其他的场合女性穿搭还是就比较正常的。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让女性开车的国家。我觉得阿联酋的地理环境特别有意思啊，我一直以为就是沙漠，但是我们在飞机上就看到它竟然是靠海的，它竟然是有海的。飞机上看就是像在海边的沙滩上建起来的一个个的小城市，一个个高楼，就既有沙漠又有海，就觉得好神奇。哦，有人给加，哎，你这边。咱们是要给现金吗？喜提阿联酋第一次加油啊，看出来人家油价便宜了，加了一整箱，花了115阿联酋迪拉姆，算下来也就是30美金，加满了1箱油。而且这边租车也特便宜，我们租这个 SUV 不到1万公里的一辆福特，一天才30美金。我们在芝加哥租了那一辆特斯拉，租一天要170美金，
在这儿好像租个法拉利、租个兰博基尼一天也就1000美金。阿联酋这里的开车，大家都开得好猛啊！我们租车的时候，那个租车小哥跟我们说，你们可千万不要超速啊！你只要超限速的1公里，他就会给你开罚单。他这边的那个单位是公里，不是 miles。他限速80公里，你开81，他肯定给你照下来开罚单。不像美国，就他限速80，你可以开到85啊。但是呢，他这里的限速那个牌儿哈，一会儿60，一会儿80，一会儿120，一会儿又140，然后待会儿又一下变成60，就变得特别快，中间也就隔个1-2公里，就还没等提上速又要减速了。但是这边的人啊，就一到140，你要是没开到140，他就在后边就感觉就是顶着你走。你要是还不开快的话，他就从你旁边就过去超过去。就感觉大家就是开车都好猛啊，变道都是贴着你变道，真的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情、不同的交通规则，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适应适应。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迪拜的 Palm Island 棕榈岛，它是在天上看就像一个大的 palm tree。尽头那个建筑就是我们要住的 Atlantis， 我们这个是在海底隧道底下。